晚上11点过后，食客们陆续出现在番禺南村的一间普通的大排档内。5點鐘開工，6點鐘有得食。6點鐘好少㗎，係晚上11點半、11點之後就開始多人㗎啦。到店却不点菜，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同样等待的是大排档的店主李锦彪。每晚11点半过后，他都要到店門口候着。一般12點鐘左右，10點鐘前就到㗎啦。而此时，李锦彪的儿子正用最短的时间从肉聯廠取貨。大家翘首等待的美食到底是什麼呢？因為肉聯廠呢度即係佢要11點半先可以劏豬嘅，呢個時候嘅豬就係最新鮮嘅。11點45分，李錦彪的兒子準時回來。等候許久的食客終於按捺不住了。借下。呢度。來，2條排骨，好快，來，呢度。離開肉聯廠不足15分鐘，豬內臟還留有餘溫，趁其仍在抖動中，便分切給食客，絕對是午夜最毛骨悚然的美食誘惑。3斤8兩坐邊度？唔使送飯飯。都足我點嚟？哇！自己過嚟，先哇！兩個3蚊，2個人租1個張係咪？3斤。豬雜就是豬下水，除了常見的內臟，還有豬喉、豬舌、花腸、生腸等。把家常的豬雜做成15年長盛不衰的生意，自有絕活。以前做湯豬我哋湯豬叫做內行啊嘛。對豬最主要就係講內行，識唔識貨。15年咧係經自己手嘅，一路自己去攞貨都係自己割。粉腸嗰度要揀㗎，係割啲花腸㗎咋。將你嗰部分割咗，曳嗰部分就唔割㗎啦。2002年，開屠宰場的梁錦彪兄妹一家轉行開起了餐廳，菜式獨沽幾味，質樸原始。每桌必點的豬雜粥，粥底也頗為講究，選用粘性較高的東北大米，提前熬製超過3個小時，直至米粒開花，富有油脂。3點半鐘翻嚟洗米，洗乾淨米之後加少少油，一路煲到5點半，睇佢夠唔夠麵，加啲油咧，為咗個口感香少少，個粥夠麵。咁樣叫做廣東人最中意食嘅老婆粥。李錦彪的店裡每天可以賣掉一大鍋約400人份的粥，周末更是要準備600人的分量。一碗豬雜粥，粥裡有肉味兒，肉裡有粥味兒。除了豬雜，當然還有一些市面難尋的貨色。一頭豬只有8兩的豬臉肉是製作腸粉的最好餡料。我哋啲米嘅漿係自己磨嘅，呢度有300-400條啦，接近透明的粉皮，包裹着新鮮的豬肉豬雜，肉比粉多，鮮甜爽脆，能帶給食客最大的滿足感。
这间只卖猪杂的店，所有的出品都离不开猪。椒盐排骨、铁板猪杂、猪杂过水去除血腥味儿。炒的过程可以用秒来计算时间。猛火爆炒30秒后，放在烧热的铁板上，利用铁板的温度继续加热。猪杂不散碎，熟得恰到好处。如今，新鲜猪杂已成为番禺美食的代表作，有不少食客更是驱车几个小時從周邊城市過來，只為了品味食材最好的這一刻。呢度咧就要12點過後先有得食㗎，係啊，最緊要係新鮮又好食。廣東人素有吃宵夜的習慣，除了吃，還重在和誰吃。大家聚在一起促膝談天，順便滿足口腹之欲。不僅是對美味的追求，更是情感的聯繫。早上7點半，附近的上班族也陸續出門了。豬紅、豬雜、海鮮、青菜一一備全。妻子陳麗文負責下面，魏宜才負責豬紅湯的烹煮。我每早班嘅時候，我哋都整一堆嘅湯或者是打米。一碗珍珠花菜豬紅湯，一份乾撈麵，就是汕頭人的豐盛早餐。阿哥啊，这碗猪血的味道怎么样？哎，不错啊，它这个挺有特色的，这个猪血挺特别的。猪血呢，我们潮汕地区主要是吃了猪血之后可以去尘的作用，而且你内网呢是加那个珍珠花菜组成的。是这个菜吗？对，这个菜吃起来就还有消炎跟清肺的作用。轻轻一咬，豬紅迅速在口中裂開，咀嚼時有一種彈牙粘性的口感，配上濃濃的豬骨湯、豬腸、豬肝和爽口清脆的珍珠花菜，再加上魏宜才特調的蔥豬油，一碗層次豐富的豬紅湯是食客們活力一天的開始。自己用心用力去挑，吃起来顧客呢就是認同的人還是比較多。我做這個大概8年了，做這個呢是很用心做，所以呢這個湯水做出來的顧客還是有一定的口碑，還有一定的認可。原本從事裝飾材料生意的魏宜才，因為改不了吃貨的特徵，但又苦於找不到滿意的豬紅湯，所以決定自己動手，這才有了今天的這家小店。因為汕頭的早餐呢，豬血呢，很多人在做，但是做的都不那麼精細。我就看到它還有提高的空間，也從小自己很喜歡吃豬血，所以才有這個機會遇到一個老先生教我這個手藝，後來才喜歡上這一行哎。來，老婆，怎麼的？辛苦了，啊，辛苦了。哎呀，這幾天生意很好，都很忙哎。熱愛是最好的老師。魏宜才的大跨度轉變，純粹是因為好這口，而吃貨最具有的就是分享精神。只有把美食分享出去，吃才變得更加有意義。打算繼續做，因為現在是等於是做得很開心哎，顧客吃到我的東西，
对我有一种认可，顾客的认同感是我最大的动力，所以我还是继续会坚持保证保量就是保证给顾客吃到最新鲜健康的食品